大家好，我是乔乔妈。今天我们来做水域牛排，只需要一口普通的锅就可以做。你还需要一个辅助工具——温度计。把你家里最大的锅找出来，越大越好，这样可以装更多的水，水温就稳定。做低温水域最好的密封方式就是用真空机，其他替代方法也很多，比如我们用洗碗机做三文鱼的时候介绍过的排水密封法。这是我们今天用的牛排，你买到的牛排上可能有这样一行字：经过机械嫩肉处理的牛排。机械嫩肉就是用排针预先扎肉，让肉更嫩，但机械嫩肉存在一个风险，就是把原先可能只存在于肉表面的细菌带入到肉的内部。如果低温水域的方法不得当，温度达不到，人吃了就可能生病。谈到低温牛排，机械嫩肉这个问题是不能忽视的。牛排的升温是个缓慢的过程，温度如果低于60度，也就是巴氏杀菌所需要的最低温度，那就必须考虑到细菌滋生的问题。因此，机械嫩肉处理的牛排在标签上会提示你，牛排内部温度必须达到63摄氏度。这是因为63度的温度保持4分钟才能完成巴氏杀菌。对于牛排来说，巴氏杀菌的最低温度要求是60摄氏度，并保持12分钟。我们这次用63度来做水域牛排，这样就应该是安全的。时间至少是1个小时，时间越久，结缔组织中胶原蛋白分解的程度就越高，肉的口感就越嫩。腌好的牛排真空密封后冷藏2个小时入味儿。找家里尽量大的锅，装尽量多的水，袋子淹没不溢出来就行。水63度时放入牛排，保持小火，通过控制火力保持温度为63度。水温一超过63度就扔一块冰进去。你要做的就是守候和扔冰块，1个小时后就做好了。出水立刻检查温度，只要测出来是60度以上就都是安全的。我们来准备做黑椒牛排的调料：葡萄干、一点朗姆酒，你也可以用红葡萄酒或者白葡萄酒。我们需要一点酒精，把葡萄干里面的芳香物质都溶解出来，加热到微温，葡萄干膨胀起来就关火备用。做黑椒牛排自然少不了黑胡椒，我们把它碾碎，碾成大颗粒就行了，不要压成细胡椒粉，这样才够味儿。大颗粒的黑胡椒才是这道菜的灵魂啊！牛排取出来，擦干水分备用。袋子里的牛肉汁倒出来留着，一会儿煎牛排的时候还会用到。黑胡椒压到牛排上，这样一会儿煎的时候就不容易掉。锅加热到非常热，加油，油烧到轻微冒烟，下牛排，煎到外壳焦褐色，每面大约1分钟，侧面也要煎。出锅，盖盖保温。做牛排怎么能没有汁儿呢？锅里剩余的油倒掉，残渣保留，继续加热，倒入葡萄干和酒，加肉汁，下黄油。炒香之后，加2勺鲜奶油。收汁到剩下1勺的量就关火，划个印儿不消失，这个稠度就做好了。牛排要斜着切啊，其实下刀那一瞬间你就知道里面的质地了。这个牛排有多嫩呢？切下去更像是在切北豆腐。63度做出来就是完美的 medium well， 也就是7分熟牛排。这个熟度的时间温度窗口非常窄，传统煎法需要丰富的经验。我的大锅水域法，新手即便是第一次做牛排也能一次成功。传统烹饪关心的是时间和温度，低温水域法更专注于精度。我们从原理讲到方法，把大锅水域的技巧全都告诉你。你不需要专业设备，1个小时就能做好。把握住温度、时间和精度，做出颜值在线、安全美味的牛排，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。总结，乔乔妈的大锅水域法要求锅要大，火要小，水要宽，冰要扔。好菜就是要平衡，它口感上平衡了低温水域法的内心柔软与烈火猛攻下的外壳焦脆，它味道上带给你的惊喜绝对值得你去尝试。感谢收看，喜欢我的视频请你点个赞，我是乔乔妈，我们下期见。